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学习并没有什么秘诀，一代红如朱熹用他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我是经典传唱人蔡成玉，我把《偶成》唱给你听。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及。未觉池塘春草忙，阶前梧叶依旧生。骄阳照新阳，月光推开寒窗。梦想在绽放，听悄然流淌的时光。少年追逐光的路上，跌撞也值得被颂扬。执笔画未来的形状，赤子心会光芒万丈。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及。未觉池塘春草忙，阶前梧叶依旧生。骄阳照新阳，月光推开寒窗。在绽放，听悄然流淌的时光。少年追逐光的路上，跌撞也值得被颂扬。执笔画未来的形状，赤子心会光芒万丈。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及。未觉池塘春草忙，阶前梧叶依旧生。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及。未觉池塘春草忙，阶前梧叶依旧生。掌声有请蔡成毅、杜俊野、陈直宇，有请三位来到台上。
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杜俊野，我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视唱练耳专业。我叫陈之宇，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声专业。所以2位都不是学唱歌的，但是你们在学校相当于组了一个社团，叫阿卡贝拉社，就专门唱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它是一个几乎是无伴奏的，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音乐素养要求很高。写作是一方面哈，关键在呈现的时候，他音准靠什么？要靠他演唱的技术。那么又不是搞声乐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要去学习呼吸，怎么支持，怎么能让音高顶在那儿。阿卡贝拉要求他们的音乐水准和音准，包括解释音乐的能力，都要高于普通的声乐演员。所以对于每一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这个阿卡贝拉这个团啊，因为他们都是各个专业的，有作曲的，有民乐系的，有管弦系的，有音乐学系的，各个系的同学们，因为热爱这样一个演唱方式，组合在一起。因为这个阿卡贝拉呀，它其实是个协同，每个人他不要突出自己的声音，他不像独唱，他不像小蔡这种，越是有个性越好。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阿卡贝拉搭建起了一个乐团，来支撑小蔡的这个一个演唱，而且融合的特别好，为你们感到骄傲，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不知道这一次你们这个阿卡贝拉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的思路和理念来完成这个作品？这一次我们的那个阿卡贝拉人声部分就是我们的杜俊野同学写的。就其实我在一开始知道我有机会给这首歌前半部分的阿卡贝拉写作的时候，我就先是对这首诗词的内容进行了学习。然后呢，就发现这首诗的表达的思想，它的确很符合我们作为大学生社团这样的身份去演唱。因为我认为人声是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的，所以我在一开始阿卡贝拉部分，我们每个声部每个人都是一字一句的整齐的去把这首诗的内容唱出来。因为我们这首诗的主题叫劝学嘛，然后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去体现那个劝字，我们所有人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句的来把这个内容说出来的感觉。然后在这首歌的主歌部分，就是蔡学长主旋律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他的伴奏。这个时候呢，我就用不同的声部去模仿不同的乐器，比如说男低声部去模仿像大提琴或者贝斯弹拨奏的那个音色，一些别的声部去模仿弦乐甚至是钢琴的音色。我们就想用人声的方式去呈现出有器乐伴奏的效果，就来展示我们阿卡贝拉的魅力跟多元。其实我们当时刚拿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做了功课。相传是朱熹在晚年的时候写给学堂中的学子的这样一首诗，所以我就去了湖南的岳麓书院，因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相传是朱熹留下来的遗迹，包括他们那个忠孝年节4个字，都说是朱熹写的。到了岳麓书院的那个环境当中，朗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一个老先生站在跟前，透过这些诗句，在向我们诉说着一些什么。朱熹是个大学问家、大儒，这个学者和治国的一个典范。因为朱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朱熹本身是个官员，他做官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所以他是一边教学，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一边在思考。换言之，他始终都觉得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多到什么程度？用这一生他都做不完。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他的著作。所以你看他这诗说的特别好，少年易老，学难成啊。一个人很快就老了，这个很简单。但是一个人要学出点东西来，一辈子要做成一件事，把它做好，特别难。这是非常有感触的话。
最后2句写的是诗：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呜咽已秋声啊。啊，当我还在梦中梦见春草梦的时候，等我睁眼看的时候，看梧桐的叶子已经落下来，秋天已经到了。就在转瞬之间，时光已经荏苒。所以这首诗揭示了如何看待光阴，展示了一个人的立场，就是我打算有意义地度过光阴，还是空白地度过光阴。如果有意义的光阴就比黄金还珍贵，如果是无意义的空白的光阴，那就像阶前的流水一样，自然的流淌，永远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的认识朱熹，他不仅是一个有着深邃思想的哲人，他还是一个善于把深邃的思想讲的就非常的浅近，一看就明白。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这个文化传播的人都应该向他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不是朱熹的首创的一个表达。对，这好像还有很多诗人。对，他不是，至少他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一寸光阴一寸金最早是唐代诗人王贞白的诗，这个到了朱熹一寸光阴不可轻，其实就是从那儿来的。为什么用寸来形容光阴？那你的问得好啊，为啥不叫一厘光阴一厘金，对不对？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没有钟表，那人们拿什么来测量时间的移动呢？一开始就那树那影子投射在那个地方，一看，哎，这影子有多长？后来慢慢的呢，就聚焦在这个日晷上面，日晷上面那个刻痕呢，其实就是一寸一寸的。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这个光阴实际上就是阳光投在日晷上的那个阴影。这个寸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日常的一个量度，但人们很熟悉它，而且可视可见。所以应该说，朱熹选取这样一个意象，也以这样的方式向王贞白致敬，其实也是在向所有的莘莘学子和老师们致敬。这个统序也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想，在我们讲过的这些诗人当中，他们可能都曾经有过青春的岁月。我经常就在想起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唱过的那些校园歌曲。当我们听着这些青春的旋律，不仅能让我们回到那个青春的岁月，而且也让我们能够以一个青春的姿态，永远走在前行的路上。今天刚好在这儿，咱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忆我们各自的青春岁月里最能代表青春的一句旋律，或者一个片段。黄老师，您印象中最能代表您那一代人青春的旋律是？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对北京的那份怀念就一唱到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那也是共和国的年轻岁月，青春时代。我觉得我小时候呢，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我记得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那个时候有个栏目，是东方歌舞团弄的，这里边有个特别青春洋溢的一小伙子，留着长头发，是吧？这，你是新路人，我也是新路人，太阳是你的歌，月亮是我的情。那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脚下的路越长，心中的爱越深。真好听。我印象特别深的是80年代，大概86年还是87年，在武汉举办了一次施光南作品演唱会。当时我们作为少年合唱团的孩子就在后面伴唱，
当当的青春多么美，多么美，当真的青春多么美，多么美，像朝阳，像彩虹。反正这词儿我也不太记得清楚了，反正就是这样的旋律。我就是动画片了。说一段神话，话说那么一家，这家夫妻俩生了个乖娃娃。孙楠老师当时唱的《哪吒传奇》的那个主题曲。哦，所以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青春的旋律。我觉得音乐人的幸福和音乐人的特权就在于，他们永远可以把自己的青春定格在他们的作品里，代代相传，永不褪色。所以期待着你们这一代年轻的音乐人也把自己的青春谱写在属于你们自己的旋律里，然后让你们的青春的颜色永远鲜艳下去。谢谢蔡成玉和我们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同学们带给我们的经典传唱，请为我们的经典传唱人开启分享通道。演唱这首《偶成》，一方面也是想给自己通过这首诗词有一些激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在校大学生的口吻来传达我们的一个心声和感悟。我是经典传唱人蔡成玉，如果你喜欢这首《偶成》，请和我一起唱响青春。